2026年8月13日，特朗普簽署一份國家安全備忘錄，要求美國海軍重新考慮一件已經用了幾十年的技術，把未來航母的電磁彈射換回蒸汽彈射。目標艦就是正在建造中的福特級第4艘航母 CVN-81 多利斯·米勒號。更奇怪的是，美國海軍已經為電磁彈射投入了10多年，福特號已經完成了36000多次彈射。一個已經被美國投入巨資，並且開始進入實際使用階段的新技術，為什麼偏偏在這個時候要被重新換回蒸汽？是福特級真的失敗了嗎？電磁彈射失敗，美軍退回蒸汽時代。如果只看結果，你很容易得出這個結論。美國現在的選擇似乎很奇怪，一邊是用了幾十年的蒸汽彈射，另一邊是投入了上百億美元研發，代表未來的電磁彈射。而美國開始考慮回到過去。但是蒸汽彈射真的落後嗎？其實並不是。蒸汽彈射代表的不是落後，而是技術成熟。航母最重要的任務不是展示最新科技，而是在幾十年的服役周期裡，持續不斷地把飛機送上天空。蒸汽彈射經過長期使用，美國海軍已經建立了一套成熟体系。維修人員知道哪裡容易出問題，艦員知道如何操作，供應鏈知道如何保障，甚至出現故障之後應該怎麼處理，也有大量經驗。對於一艘遠離陸地、長期執行任務的航母來說，這種經驗本身就是一種戰鬥力。但是蒸汽彈射不是完美的，一樣有很多問題。它體積巨大，需要大量蒸汽管路和複雜的機械結構，而且整個系統主要為傳統有人艦載機設計，幾十噸重的戰鬥機它可以輕鬆處理。但未來的航母可能面對完全不同的需求，無人機、更輕型的艦載平台、不同重量、不同任務的飛機，這些變化要求彈射系統不僅要有力量，更要能夠精準控制。這就是美國當年研發電磁彈射的原因。電磁彈射它並不是簡單的把蒸汽換成電，傳統蒸汽彈射通過高壓蒸汽產生力量，然後一次性釋放，而電磁彈射更像是一台被拉長的直線電機，通過電磁力推動滑塊運動，整個過程由計算機控制。最大的優勢就是精準，飛機重量不同，需要的彈射力量也不同。有人戰鬥機和無人機對加速度的要求也不同，電磁彈射可以根據不同飛機調整整個彈射過程。簡單來說，蒸汽彈射解決的是能不能把飛機彈出去，而電磁彈射解決的是能不能用最合適的方式把不同類型的飛機彈出去。這對於未來航母非常重要。如果未來航母需要同時操作不同重量的飛機，那麼一套更加靈活的彈射系統就擁有明顯優勢。除此之外，電磁彈射還有另一個優勢，減少人員和維護壓力。傳統航母大量依賴蒸汽系統，這意味着大量設備和維護人員，而福特級航母希望通過更高程度的電氣化，降低航母內部複雜度。所以美國當年選擇電磁彈射，並不是因为蒸汽彈射不能用了，而是想要更好的。他想改变的不只是一個彈射器，而是一整套航母運行方式。但是先進新技術的優勢，往往也是它最大的風險。電磁彈射理論上更加先進，可是理論和現實之間永遠存在距離。福特級在研發過程中就曾經遇到可靠性、成本和進度問題，這讓很多人開始質疑，如果蒸汽彈射已經能夠完成任務，為什麼一定要承擔新技術的風險？支持者認為航母需要面向未來幾十年，如果今天因為害怕困難放棄新技術，那麼未來可能永遠停留在過去。反對者認為航母首先是一件戰爭裝備，可靠比先進更重要。但是這些過去的言論已經在福特號落地那一刻就沒有了討論價值。電磁彈射已經登上福特號，已經進行了大量測試，甚至已經經歷了實戰部署。所以特朗普這份備忘錄最大的問題不是電磁彈射到底有沒有成功，而是當一項新技術已經開始證明自己，甚至打破了林肯號295天的部署記錄，證明了自己，美國為什麼還要重新考慮幾十年前的方案？36000次，這是福特號電磁彈射的次數。如果故事停留在10年前，那麼這份法案其實並不奇怪，因為在福特級剛開始建造的時候，電磁彈射確實給美國海軍制造了大量麻煩，研發成本不斷增加，系統測試反覆延期，可靠性問題也不斷暴露。對於一艘價值超過100億美元的超級航母來說，任何一個關鍵系統出現問題都會引發巨大爭議。航母不是實驗室，它不是用來證明某項技術理論上可行，而是要在海上幾十年執行任務。一架艦載機從甲板起飛，背後依靠的不只是飛機本身，而是一整套的彈射系統。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會影響整支航母航空聯隊的作戰能力。但是問題在於，它服役這些年來已經完成超過36000次彈射，還有326天的超長部署週期，航行超過57700海里，進行了23次海上補給。美國海軍把這次部署稱為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行動，
這意味着它早已經脫離了實驗的範疇。它在一艘10萬噸級的核動力航母上經歷了大量真實使用，所以可以肯定地說，電子彈射已經證明了它的強大。但白宮現在考慮的問題是，它值不值得繼續使用？在特朗普的邏輯裡，電子彈射足夠先進，但是36000次的彈射和326天的部署不足以證明对比蒸汽彈射它有足夠大的優勢。就拿我們常說的最大優勢出動率來說，電子彈射对比蒸汽彈射效率多了25%左右，這是一個巨大提升。但是美國也發現了這個數據的誤區。首先，這是理論數據，實戰中這個比例要縮水很多。最關鍵的是，美軍缺這25%嗎？缺的這個25%是因為彈射系統的問題嗎？限制航母的到底是飛機數量、飛行員、作戰環境這些，還是彈射系統的問題？而白宮給出的答案顯然是出動率不是由電子彈射決定的。再說適配性，電子彈射可以根據不同的飛機型號匹配出不同的力度，但是現在美軍舰載機是 F-14、F-A-18、F-35，它們的重量差不多，這方面的優勢現在根本體現不出来。但是白宮做对了嗎？對於现階段的美軍彈射方式的不同，結果可能沒什麼。但是未來呢？大量的無人機不需要人員參與，重量也和其他型號出入巨大。這個時候，蒸汽彈射還能夠適應嗎？我們不難看出，在白宮的算法裡，成熟可靠度和現階段需求是大於未來潛力的。但是美國海軍和支持電子彈射的人看到的是，一項新技術最困難的階段已經過去，它已經完成大量測試，已經開始證明自己。如果現在放棄，等於美國投入10幾年時間和巨額資金後又回到了過去。一種關注現在，今天的航母必須可靠；另一種關注未来，而福特級正好站在這2個時代的交界線上。所以蒸汽彈射和電子彈射到底誰更先進這個問題，其實答案很明顯，電子彈射才能代表未來。只不過現在蒸汽彈射依然強大。這場爭論最終落到的就是下一艘福特級航母 CVN-81 多利斯米勒號。電磁換蒸汽就從這裡開始。CVN-81 多利斯米勒號，特朗普說電磁彈射太費錢，那麼現在把米勒號重新換成蒸汽彈射，真的省錢了嗎？ CVN-81 原本的設計路線非常明確，它繼承前3艘福特級的核心技術，電磁彈射系統和高度電氣化的艦內設計。這些系統並不是獨立存在的，它們共同組建了福特級區別於尼米茲級的核心。換裝彈射不是換零件，而是在修改整艘航母的設計邏輯。如果現在換回蒸汽彈射，問題就是蒸汽從哪裡來？蒸汽彈射系統需要佔據大量艦內空間，但是福特級內部空間並不是按照這個方案預留的。CVN-81 並不是一張白紙，它不能像克林頓號和布什號只是取了名字，它已經進入實際建造流程。按照此前計劃， CVN-81 預計將在2034年前後交付美國海軍，而建造工作已經推進到艦體模塊制造和設備採購階段。現有的設計和完成的部分能夠支撐彈射系統的更新嗎？除了那些技術上的問題外，還有經濟的問題。那些沉没的时間和金錢，制造商已經按照原計劃進行生產，已經投入的錢怎麼辦？已經制造的設備怎麼辦？新的蒸汽系統什麼時候能夠重新設計？這些都是現實問題，這是白宮和海軍都無法回避的問題。所以爭議就在這裡。如果換回蒸汽只是節省成本，那很好理解。但如果為了省下一套先進系統，最後需要花大量錢重新改造航母，那麼到底是不是划算？這就是最大的問題。儘管這個法案有如此多的爭議，但是特朗普還是在上面簽署了自己的名字。這輛 CVN-81 到底有什麼特殊的地方？為什麼特朗普總統偏偏在這個時候要求倒車？特朗普這次並不是突然發現蒸汽彈射很好，他對這套系統的不滿已經持續了很多年。早在2017年，他就公開質疑電子彈射的複雜程度和成本，並認為蒸汽系統雖然老，但更加可靠。到了2026年，這個長期存在的觀點終於變成了正式政策。所以從特朗普的角度看，這其實不是一次臨時決定，他的邏輯一直很務實，好用大於先進。在這個邏輯下，蒸汽彈射在過去幾十年已經被證明了毫無問題。相比之下，電子彈射帶來的那些優勢，在他看來毫無作用。CVN-81重新設計，這就讓事情完全變了性質，它可能成為一個分界點。這對美國海軍最大的影響，不是少一個電子彈射器，而是整個航母發展路線的問題。因為福特級設計的核心並不是單獨某一個設備，而是海軍打造福特級是希望建立一套更適應未來艦載機發展的航母體系。如果 CVN-81 重新採用蒸汽和液壓系統，那麼實際上代表美國開始重新評估整個未來航母的方向，長期影響比 CVN-81 本身更大。如果美國最終確認蒸汽彈射更符合成本和可靠性要求，那麼未來航母設計可能重新偏向成熟技術，減少複雜系統和降低建造風險。但是如果未來美國發現真的需要電子彈射的時候，
生產體系可能已經造不出來電磁彈射了，這會形成巨大的慣性，人才、技術和供應鏈的巨大慣性很難掉頭。歷史上，美國曾經多次遇到類似問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登月計劃。阿波羅計劃結束之後，美國並不是沒有能力繼續登月，而是隨着項目停止，大量相關企業轉型，工程師退休，供應鏈消失，最終導致幾十年後，當美國重新提出重返月球計劃時，發現很多技術需要重新建立。航母技術也是一樣，如果未來10年、20年後，美國發現無人艦載機時代真正到來，航母需要更靈活、更精準的彈射系統，那麼重新發展電磁彈射就不僅僅是重新購買一個設備，美國需要重新建立一整套體系，甚至重新培養一代工程人員。那麼電磁彈射系統會不會成為下一個阿拉伯計劃？會不會像 F2那樣拆出生產線後又評估重建，但發現已經絕無可能？未來會是這樣嗎？所以特朗普做对了嗎？其實已經不能簡單判斷對錯。如果你站在特朗普的角度，這個決定很好理解。航母最重要的是可靠性，蒸汽彈射經過幾十年驗證，美國海軍知道怎麼用，也知道怎麼修。既然電磁彈射現階段優勢太少，而且價格昂貴，那麼為什麼不選擇一個已經證明可靠的方案？但如果站在美國海軍的角度，有另一套邏輯。一艘航母不是用5年、10年，它可能服役幾十年。如果未來舰載機越來越多樣化，無人機越來越重要，航母越來越依賴自動化，那麼電磁系統的優勢會越来越明顯。所以問題就變成了，你是在為今天的戰爭造航母，還是在為未來幾十年的戰爭造航母？蒸汽彈射代表的是成熟，電磁彈射代表的是未來。這次新聞最值得關注的地方，從來不是美國退回蒸汽這幾個字。表面上，這是一場蒸汽彈射和電磁彈射之間的爭論，但往深了看，它其實是一個國家在面對新技術時都會遇到的問題。新技術一定比老技術好嗎？不一定。老技術一定比新技術可靠嗎？也不一定。一項新技術在最開始的時候，往往又貴又複雜，又容易出問題。但如果因為這些問題就放棄，那麼它永遠沒有機會走到成熟。堅持下去又必須承擔巨大的成本。美國現在就是重新算這筆賬。所以這次美國到底是在技術倒退，還是在糾結路線？現在其實還不能下結論，只有等待未來，這一切才有答案。好了，關於福特級重回蒸汽時代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認為特朗普的這次選擇是正確的嗎？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